餐盒上它有一个 QR code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舒心。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在纸餐盒的新发现。因为上个礼拜我居家隔离，所以变成我就叫了1个礼拜多的外送。那外送呢，当然送食物就是纸餐盒嘛，就是这个都是纸餐盒。那我在吃的时候，我就发现，餐盒上它有一个 QR code， 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 QR code。然后像这个纸餐盒也是有 QR code。然后其实，在发现 QR code， 我并不会主动去扫描。我看到这个，因为它上面有环保署的 logo， 所以我就很好奇，所以我就扫描。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扫来给大家看看，它到底这个 QR code 扫出来会有什么东西呢？好，那扫出来，你可以看到荧幕上，它有教你这个纸餐具的回收方式。那第一步就是，如果你还有一些食物没有吃完还是有其他异物的话，你就要先去除掉。然后第二个呢，就是简单的擦拭或者是清洗，就是你丢完食物嘛，就擦一擦、洗一洗这样。然后第三个就是用以容器类来回收。因为像台湾，它是可以回收的哦，所以变成你在回收之前，你就先做好这些清洁的动作，那他们在回收的时候就会更容易一点。这一步是很重要，因为第一，你可以让回收场就更卫生一点。你可以想看，如果你没有清好、清干净，里面还有食物送到回收场的话，那是什么样的景象？你就会有苍蝇蟑螂细菌的滋生。那第二个就是如果你都清好的话，你的这个回收率就会更高，因为你在制造回收这个流程中，你就让它更顺利嘛，你不会有其他不是它本人的东西卡在这个回收机器里。那第三点就是万一它没有进到回收体系，如果不小心进到了焚化炉，至少你也可以让它就是不会有其他食物，因为你有食物的话就会有水分。有水分就会让焚化炉的燃烧温度降低，那你降低，你就会燃烧不完全。燃烧不完全就会发生什么事？你就会产生有毒气体，比如说像戴奥辛等等，就会造成空气污染。那当然，其实这个 QR code 你看网页上它并不是只有教你回收步骤而已，它上面还有一栏位就是列管状态，它上面有写平板容器制造业列管中。我就好奇了，我就上去 Google 了一下，才发现，它为什么要特别写它是列管？就代表它是合法的纸容器的这个制造商或者是进口商。所谓的合法，就是它有交回收清除处理费，政府在后面的回收的时候，它是会补贴回收清除的这个业者，就是这些回收厂。不过问题来了，问题就是不是每一个制造商或者是进口商他都有交的嘞，变成政府就交更多钱。政府为了管理这些纸容器的制造商跟进口商，他就在今年的5月3号就修法，从明年的5月3号，如果你发现一个纸容器或者纸餐盒等等的，它没有这个 QR code 的话，就很有可能它就是没有交这个回收清除处理费的。所以这个 QR code 就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新发现了。好了，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，谢谢，拜拜。